欢迎来到16频道，今天来聊一下 Love Upon a Time 的原作小说故事。大家都去看最新的 pilot 了吗？预告看起来就是甜甜的，很可爱。但根据小说内容呢，剧情其实会蛮虐的，不过结局也是非常的感人。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跨越了400年的爱情故事吧。注意后面会含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想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主要人物。公在现代的名字叫 Tina Pop， 在大学呢主修法律系，而在400年前的古代，公的名字叫 Pop， 是一位警察。受在现代的名字叫 Nakun， 在大学呢主修英文，而在400年前的古代，受的名字叫 Cloud， 是一位官二代。故事一开始 ，Nakun 呢在大学收假的时候回了家乡一趟，回家后他遇到了在当僧侣的爷爷，爷爷就警告他说，他之后的人生呢会有点崎岖。但Nakun呢本身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呢他就是听过就算，并没有多想。然而在一个月食的晚上，喝了酒的Nakun呢在自家的芒果园散步，走着走着就睡了过去。在气死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穿越到了400年前的古代。Nakun一醒来就被一群人围着，而且那些人呢还叫他做 Cloud。Nakun 呢整个人就觉得很问号。这时候他第一次见到了在古代的公 Pop。在见到 Pop 的那一刻，Nakun 呢心里就突然有一种怪怪的情绪，但他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在Nakun搞清楚情况之前，他就被护着带走了。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穿越了，而身边的人呢之所以会一直叫他 Cloud， 是因为原来400年前的 Cloud 失踪了，而Nakun 呢又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大家以为他就是失踪的 Cloud。穿越后的Nakun呢觉得很无助，就只好先装成 Cloud 的样子，再说自己失忆了。至少呢这样子他就可以在古代活下来。然而 Cloud 跟 Pop 的父亲呢是好兄弟，因此呢他们两人从小就认识。 Pop 呢很快就看出了眼前的 Cloud 怪怪的，为免自己穿越的身份被发现， Nakun 呢就尽可能的躲着 Pop。 同时 Nakun 呢也到处打听 Cloud 的背景，知道了 Cloud 本身是一名开朗的官二代，但他爸呢却被指控贩毒，最后还在酷刑下死去。自此 Cloud 变得很孤僻，整天呢都在喝酒闹事，直到有一天他失踪了。Nakun 呢就觉得只要找到失踪的 Cloud， 也许他就可以回到现代，所以呢就开始着手调查 Cloud 父亲的案子。自从 Cloud 失踪又被找回后，为了防止 Cloud 再乱来， Pop 呢就让 Cloud 但其实是Nakun 住进了自己家。在相处的过程中， Nakun 呢知道 Pop 还在怀疑自己，但同时呢也发现 Pop 呢还是对自己很照顾。比如当发现Nakun不吃辣的时候， Pop 呢会特别吩咐厨房准备不辣的菜给Nakun。当两人在逛市集的时候，因为Nakun呢是罪人的儿子，所以呢被街上的人闲言闲语， Pop 呢就出声保护了Nakun。一天当Nakun去做功德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爷爷的前妻。在400年前，爷爷呢一样是一位僧侣，一眼呢就看出了Nakun呢不属于这个世代。Nakun 呢向爷爷求助，但爷爷却说这一切呢都是缘。Nakun 呢在这一系有他需要去解决的课题。听完爷爷的建议， Nakun 呢只好继续努力调查 Cloud 的去向。同时因为Nakun 呢是穿越的身份，他缺少了很多在古代需要的技能，但他都装成这一切呢都是失忆所害的。所以呢 Pop 的父亲就叫 Pop 教Nakun学字骑马。在两人更多的相处过程中，虽然 Pop 呢还是会怀疑Nakun 的身份，但同时他更多的是对Nakun的率直感到心动。而Nakun呢这边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对 Pop 的异样感原来是来自心动。在Nakun调查 Cloud 的失踪的时候，他时不时呢会梦到一些模糊又不舒服的场景。一开始呢他都没有为意，后来梦境越来越清晰，他才发现原来那都是 Cloud 的记忆。靠着这些梦， Nakun 相信 Cloud 的失踪呢绝对跟他爸的案子有关。Nakun 跟 Pop 走得越来越近，两人的关系也越发暧昧。但一天 Pop 的父母安排了 Pop 去相亲， Nakun 就问 Pop 会接受父母的安排吗？ Pop 就说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但Nakun 呢却解读成 Pop 呢有另外喜欢的人，所以呢就自己一个在那边伤心。然而 Pop 在意识到自己喜欢Nakun后，就会时不时的跟Nakun调情。 Pop 呢感觉到Nakun呢也是喜欢自己的，但Nakun呢就觉得 Pop 呢只是单纯喜欢戏弄自己，不可能是真的喜欢自己。后来 Pop 确定了Nakun对自己也是有意的，就对Nakun暗示了自己的心意。但Nakun呢一直以为 Pop 呢另外有喜欢的人，
再加上考虑到在这个年代同性恋是不会被接受的，而且自己又是罪人的儿子，另外还有圈约的身份，他就开始对 Pop 很冷淡。但 Pop 呢还是追着 Nakhon 跑，拉着 Nakhon 呢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在深情的对望下，两人呢迎来了第一次的亲吻。然而拥吻过后 Nakhon 呢还是觉得两人不可能，所以他就拒绝了 Pop 的告白。但 Pop 呢不死心，继续向 Nakhon 示好。然而 Nakhon 呢却叫 Pop 接受父母的安排去结婚。听到 Nakhon 叫自己去跟别人结婚， Pop 呢被伤透了心，两人开始冷战。直到一天晚上，睡不着的两人呢在外面散步时碰上了面。一阵沉默过后， Pop 呢抱住了 Nakhon 再次告白。这一次 Nakhon 终于心软了下来，说自己呢也爱 Pop。 后来 Pop 送了一只订婚戒指给 Nakhon， 那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去逛市集的时候， Nakhon 默默看上但又没有买下来的戒指。 Pop 呢表示他当时就买了下来，想着未来的哪一天要送给 Nakhon。 Nakhon 听到后就觉得很感动，但同时他也开始担心，万一以后自己穿越回现代，不知道 Pop 会怎么办，就问 Pop 万一以后他消失了， Pop 会有什么反应。 Pop 呢表示自己会用尽所有方法去把 Nakhon 找回来。后来呢 Pop 带着 Nakhon 对自己的父母出柜，父母呢本来想要拆散两人，但他们立场都很坚定，父母呢就算再不愿意也只能接受。之后呢 Pop 跟 Nakhon 约好，等他休假的时候，他就带 Nakhon 去海边办一个小婚礼，正式结婚。一切呢都往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一天靠着记忆传速向 Nakhon 袭来， Nakhon 终于知道 Carol 不是失踪，而是已经被杀害。在临终前， Carol 知道了谁是嫁祸他爸的凶手，同时呢也意识到 Pop 有危险，所以到死前他都想着希望上天呢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除了洗脱他爸的罪名以外，还要保护 Pop 以免他被陷害。 Nakhon 明白到原来 Carol 这是自己的前戏，自己呢之所以会穿越过来，就是为了完成 Carol 的遗愿。之后他告诉 Pop 说他的记忆回来了，把 Carol 收集到的证据呢都交给了 Pop。 最后 Nakhon 作为证人，指证了真正贩毒的凶手，洗脱了 Carol 父亲的罪名。在庭上，凶手很生气地对着 Nakhon 大吼，说自己明明亲眼看着 Nakhon 死去的，质问为什么 Nakhon 还会活着。但大家都以为凶手呢只是在风言风语。案子解决后，1个月时的晚上， Pop 呢带着 Nakhon 去逛市集，却不幸遇上了越狱的凶手。凶手呢一心想取 Nakhon 的命，把枪举起来就向 Nakhon 开枪。 Pop 呢推开了 Nakhon。 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Nakhon 呢穿越回到了现代。回过神来的 Pop 手受伤了，同时凶手呢也被枪毙了。然而 Pop 只担心 Nakhon 的安危，回头一看却发现 Nakhon 呢凭空消失了。 Pop 呢觉得人不可能会消失的没了影子，就没日没夜的想把 Nakhon 找出来。终于一天，他遇上了 Nakhon 爷爷的前妻，爷爷告诉 Pop 说 Nakhon 呢已经回到了属于他的地方。 Pop 呢回想起以前 Nakhon 说过的话跟凶手在庭上的发言，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 Nakhon。 Pop 呢整个人心都碎了，但他没有放弃对 Nakhon 的思念，终身未娶。临终前呢，他抱着自己早就订好的婚戒，许下愿望，希望来生可以再见到 Nakhon， 希望来生两人都还记得前夕的记忆，希望来生两人可以再续前缘。 Pop 的故事也在这边结束。回到 Nakhon 这边，穿越回现代 Nakhon 呢发现在现代时间呢只过了一下下，但他完全无心去管这些，只渴望着呢可以回到400年前。他不知道 Pop 呢有没有受伤，也担心了找不到自己的 Pop 会伤心。曾经无神论的他问遍了所有的神明，希望神明可以带他回到400年前。他也找上了爷爷，希望爷爷可以帮他，但爷爷只表示自己爱莫能助，如果他们有缘，终有一天他们会再遇上。然而1年过去了， Nakhon 呢还是没有成功穿越回去，也没有遇到在现代的 Pop， 只剩下跟他一起穿越回来现代的订婚戒指，提醒着他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一天 Nakhon 到了朋友家过夜，终于他遇上了现代的 Pop， 叫 Tina Pop。Tina Pop 呢一见到 Nakhon 就认出了他人，但他不知道呢 Nakhon 是不是跟自己一样还保留着前夕的记忆。而 Nakhon 呢跟 Tina Pop 一样，不确定 Tina Pop 呢还记不记得自己。 Nakhon 呢就找借口请 Tina Pop 来帮自己补习功课，两人都不断的互相试探。经过几次的相处过后， Nakhon 呢终于忍不住直接问 Tina Pop
还记不记得前世的事情。 Tina Pop 表示自己呢还记得。终于两人成功上任，再次开始交往。 Tina Pop 按照前夕的约定带了 Nakun 去看海。终于在400年后的今世， Tina Pop 为 Nakun 戴上了婚戒，完美撒花。以上呢就是 Love Upon a Time 的大概剧情，有很多他们暧昧甜蜜的小事件我都没有讲到，就期待看剧之后会怎样拍出来。 Pop 呢去世的那一幕，小说写得非常感人，在现代两个互相试探的时候，也是直接把气氛拉好拉满，所以个人呢非常推荐大家去找小说来看，但可惜呢小说现在只有泰文版，希望之后会出中译版。另外根据 DMD 今年的计划量，个人是觉得呢如果年内可以看到剧正式开拍就该偷笑了，所以16呢我是不会把自己的希望放太高，毕竟呢有过 Bad Friend 的惨痛经历。现在就让我们先关注一下 NetGems 可爱的互动吧。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Love Upon a Time 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